张龙虎问题牵扯面太广，他犯罪时间长了，他们要自己不报警，有时候查起来你还真困难啊。所以后来领导们就想出了个办法，敲山震虎，逼他们自己犯错，这不就把账号给逼出来了。敲山震虎啊！是啊，我被调查了，他们松了口气。可是没有多久呢，我就出来了，说明他们泼的这盆脏水没有用，并且这矛头已经对准了他们。你说他们能不慌吗？这一慌，就会出错。这也不抓也不放，把老虎关起来，看着他做困兽斗。对，师傅常再敲打啊，让他狂躁。哦，你们这个事儿是提前商量好的，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吗？我是能出卖你还是怎么着？我是秘密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，能事先告诉你吗？行，我是跳梁小丑，没人把你当小丑。包括今天，有什么在屋里说，学会出门闭嘴。这里的事情，我连祝峰山都没透露过半点。怎么样，我那个位置，啊，挺舒服吧？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，完全是邱支章的主意。我们不能干涉银行内部的人事安排，不过还是要感谢你。你看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配合我们演了这么一场大戏。现在这个老虎一定坐不住了。反正我呢，就是想尽快把这个事儿完结。我是一天都不想坐在你那个位置上。你不是挺享受的？一点都不享受。哎，那邱老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吗？他千年老狐狸，你以为能骗得了他呀？钱伯是不是又搞人人过关那一套啊？啊，让大家也检举揭发我啊！有人就说了啊，说陈行远这个人啊，只要赢了钱，追人追到家里要；输了钱啊，就得欠账啊，不给。这个人品性极其恶劣。肯定是祝峰山说的，我什么时候跟他赌过钱呢？哟，给你制造艳遇的机会你都把握不住啊！你虚啥虚啊？没用的东西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刚不是一直在虚吗？虚有啥用啊？虚啊！哎，领导，领导，真忙啊！来，过来吧，坐下来一会儿说说话。哎，那你们聊啊，我出去逛逛。今天二位领导来这儿，我这也算是蓬荜生辉。生什么辉呀？就差生蘑菇了。这个刚才啊，邢理啊跟我汇报了一下，又赶上陈行远弄了这么一出，咱们得，商量出个方案来。哎呦，您二位商量就行了。实在是要我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去找你们也行啊。争权的时候，你比谁蹦得多高啊？不是你想当副行长吗？你这会儿装什么谦虚啊？你说说吧。文虎集团的案子已经让联众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陈新远这事儿一出，要是定罪了，再公布出去，我们就太被动了。我的意见是，尽快的稳定局面，把分行各部门的负责人，像曾百川这样的全都换掉，换上和陈新远没有工作交集的人选。监察部直接进入分行，彻查分行的财务状况。这就是我对目前形势的态度。明白了。你说说吧，李行长。这个陈行远到底有没有事儿，也不是我说了算。再说了，林处长不也进去了吗？
不也没事放出来之后照样工作？那现在就把分行的人给换掉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你觉得陈星远没事儿？啊？哎，你这个观点还真有点意思，说给我听听。不是你是怎么推理出来的？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个时候，谁更希望他有事儿？谁呀？谁希望？是啊，谁啊？这是谁希望的问题吗？没错，是证据才能决定啊。那所以咱们在这儿猜测都没什么用啊。另外，这么重大的变动，不需要通过董事会吗？邱老，这林强啊，对总行的人事啊、行政啊，真是太不熟悉了。如果让他再继续在代理副行长的这个位置上，他根本就没法配合我的工作。当然，如果您同意他继续代理的话，这个烂摊子我是真收拾不了了。要不这样，我的工作也暂时停止，我的职位你也让他一块代理了。你这可是逼宫呢啊！啊！我想让林强继续代理，你不干了？如果我有什么问题，您可以查我，也可以提交董事会。哎，但是这林强同志在代理副行长的这个位置上，居然在监察部明目张胆地散播谣言，还组织分行的人在写给陈新远拍马屁的材料，您还让我们俩搭档做联中的正副手，那就真成了金融界的笑话了。你看看啊，我呢本是想啊，来协调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工作矛盾，哈，没成想现在弄成了，非得走一个留一个不行，就非得是推车撞墙没路可走吗？哎，你说说。哎呀，这也是我当不了大领导的原因嘛。我就不想站在您这样的处境里啊。这个决定，还是要您自己做。当然了，要问我的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喜欢龙源行。如果要解除我的代理职务，我希望可以公开化。明白了，给我1天的时间啊，让我考虑一下。你先走一步。好，那我等您信儿。你们俩谁睡上铺啊？哦，郑帅，我睡觉不老实，睡上铺容易掉下来。陈星远应该没事儿，你也这么觉得吧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你这就有点不够朋友了。那他有没有事儿，您知道？他要真有事儿的话，行李也不会迫不及待的要换血分行了。他要真有事儿的话，行李也不会逼着我把你解职了。他这是打了个时间差，防止陈星远独立。你倒好，啊，这几天弄得他是上吐下泻，搞得人家很不安。你这个惹事的家伙！哎呀，就算我不惹事儿，他也不会放过我呀。要不然您就听他的，给我解职得了。
我每天进城2个小时，回来2个小时，我睡眠严重不足了都。说你还睡眠不足？我每天睡得不足1、2个小时。行了，说点我不知道的吧。我让监察部给您发的邮件，您看了吗？看了。我的建议是，尽早开董事会，已经没有侥幸了。越往下查，这个窟窿是越大呀。如果明天早上我一解职，那么下午监察部一定会被解散。他会拿其他资金堵上这些窟窿，那些资金就没有窟窿了吗？我知道，您担心陈新元搞独立，可相比之下，总行的生死存亡才更为重要啊。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没了。撒谎。不是，还真没了，真没了。知道什么是眼中钉、肉中刺了吧？我这么逼宫，这老爷子还说要缓1天，他们这到底要干什么呀？秋老，如果真的不答应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不给我路走，我也不给他们路走。到头了，不管老爷子明天怎么决定，必须把林强赶走。好大这个辣椒！你发现你越来越像郝伟了？哪儿像啊？多像！哎，不用拿了，这儿有，这有新的。你这都多久没跟我们一块吃早饭了？你今天不会迟到啊？这不是专门来陪各位吃早餐的吗？今天不用去，老爷子决定我是否留职的问题，等通知就行了。解职了也挺好的。之前我找工作面试的时候，就借我同学的好衣服穿，生怕弄脏了弄破了。后来我还是穿我自己的衣服，便宜是便宜了点儿，但穿着安心嘛。今天肯定有电话吗？不一定，咱们都是小人物，不重要。林行长，钱主任找你。那，陈主任，那咱们进办公室说。哎，我的呢？您是来传达总行的人事决定的吧？你随便写份东西吧，说身体原因也可以，说工作压力太大了也可以，反正不能让你不明不白的就这么被解职了，对你将来也不好。你要不想写，我也理解，我找个人替你写，你签字就行。之前是这么逼郝伟，现在轮到我了。那我这个位置，不就是干点苦活累活，挨挨骂吗？我都习惯了。你说你吧，也是，让你当代理，你玩几天得了，那么明火之上的跟董事长对着干。陈新远在的时候都不敢的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老爷子会保你吧？不会。行了，我知道我在这儿不受欢迎，我也不废话了。东西写完了，你跟老爷子确认一下，然后发给我，我给你在内部网上发一下，尽量满足你的要求，行吗？我觉得这地方吧，氛围还是蛮好的，比总行强。哎，您等一下，要不然您先接个电话。我跟你说过嘛，这2天不要给我打电话。什么事儿？我是钱波。
他说什么？脏话。这老东西。哎呀，那现在咱们可以坐下聊聊。给您倒杯水。先是给林处长打钱，然后是陈星远，都是你操作的吧？以为用了境外服务器和离岸银行就查不到了吗？你不知道一个账户不能用2次吗？你不知道公安机关动用侦查手段查你，易如反掌吗？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？你在境外有巨款吗？就这么跟着行李一路狂奔，他跳崖你也跳吗？反正我已经把底牌亮给你了，你可以选择跟他一起跳崖，没问题。但你也可以选择掉头往回走啊。辞职报告我昨天就写好了，你可以拿回去。辞去所有代理职务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给你2个电话，一个是林处长的，一个是邱老的私人电话。这2个电话，你打哪个都可以。陈行长，您恐怕得等一下了，老爷子有客人。一大早就有客人啊？对，钱波钱主任来了，您稍等。我们到现在还是瞒着我妈，不敢跟她说我哥出事儿了。有一回老太太问我，说你哥到底去哪儿了？就算是人到了非洲，总得给家里来通电话吧？难不成是把爸妈都给忘了？后来好不容易熬到我哥入监，有了亲情电话。老太太在电话里面跟我哥说，自己的肺结节越来越严重了，现在一咳就是1宿。我哥要是再不回来，他怕是要等不到。我都不敢想，我哥在里边听到这话得有多难过。他是替人背锅的，现在又轮到我。我要是也进去了，那我们兄弟俩真就是把我们亲妈给害死。老爷子，我求求你，你发发慈悲。你哥哥的案子呢，是在明明知道对方没有达到贷款标准的情况下，协助对方伪造证据、虚构资产、收受贿赂，谁的错谁背，谁的孩子谁抱走。他做到了这么高的位置上都不自律，你说他背的是谁的锅？你背的又是谁的锅？你拿钱了没有？我没有，老爷子。我虽然是董事长助理，但是我批不了贷款的。拿了，我给董事长推荐过几个项目，但是我仅仅就是推荐，您知道的，我。好了。知道监察部的账号吧？知道。你现在马上就把收到的钱一分不落的打到监察部的账号上去。你可以暂时匿名，我可以帮你作证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了，
你留100万是100万的罪过，留200万是200万的罪过。谢谢老爷子。我今天过来找您，没有告诉董事长。我知道。那我现在回银行把您交代的事儿办了。行李拿钱了没有？拿了没有？我不知道。董事长还是很自律的。不是你不知道，还是他没拿？我也在问，我到今天还愿意一心一意的跟着董事长干，是因为我相信他没有拿。你要说下面的人有时候为了搞业绩，弄那些猫腻，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错。但是他绝对想不到事情会闹那么大。现在眼看着弥补不上了，他也着急，他一夜一夜的在办公室里面待着不回家，想办法。我相信他没有拿。但是如果他拿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也没逼着让你举报他。你不知道的意思是，他跟温虎集团有着多么复杂的联系。你不确定他拿还是没拿，是吧？你都帮他干了什么要命的事儿，还记得吗？你呢，是想自保，对吧？可是又不说实话。咋了？我从来不强人所难，啊！将来能帮你说话的时候，我一定帮你。但是你不说的地方，你是要承担责任的。那我就是有心无力了。啊！走吧。陈好，陈行长，哎呀，老爷子，这么早我还以为您……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这亏了不是您玩的那个铁球，那样我可就真的废了。哼！怎么了，老爷子？是因为钱不啊？别！你要打可以，别打脸。呀，你连我你都敢骗，真是丧良心！你海外那笔钱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听说跟凌晨那笔钱来路一致，就是出自同一个账户。现在你看明白了吧？啊，不是我骗你，是他们不容我。谁都不是无辜的。你要是不辞职，把行李逼得那么紧，他也不会那么干。我要不逼他，
您能看清楚他和问虎集团的关系到底有多深吗？现在这个情况，您要是还认为行李他能够挽救局面，那联众银行就是会在你自己手里。行李是出事了，你是要独立出去，联众银行就会在你俩手上。那你就放我单飞啊！我要自立门户，我没有藏着掖着呀。可以。那你就独立出去吧。好。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让行李从这个位置上下来，我得一点一点的清。董事长，哎，你坐，坐。哎呀，老爷子就是不放心啊，刚轰走了林强，就着急开董事会。他是要换马，啊？有意思啊。陈新远出来了，原本我想多困他2天，晚一点开董事会。算盘还是打不过老爷子。他出来你知道吗？我没见到他人，我接了通电话，听到他声音，是林强故意让我听的。林强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能跟我说什么？是我告诫他，让他赶紧辞职。他还算是时务，递了解职报告。陈新远这么快就出来了，是不是他们查到账号的事？会不会牵连到你？你是想问会不会牵连到你吧？会的。放心吧，等要查到你这儿啊，我早就进去了。我有必要拖你下水吗？我还等你来接我呢。放心吧，我干了这么多年银行业，要是这么快就能让人抓住手脚，我这半辈子就白干了。林强的闹剧到此为止，该你登场了。好好干，前途无量。注意前方即将出现机场跑道，放机翼，放起落架。看前方的趴壁灯，2红2白，航向也是好的。100，准备落地。50，好，收油，20，收油拉反推。retard。好。啊，这个太真实了。对呀，来来，你试试，你试试。快，我试试。慢点。哎呀，我之前在电脑上玩过类似的啊，还有那个飞行手柄，但体验感跟这个比起来差太远了。那肯定啊，这套程序过去是训练专业飞行员的，民间的电脑游戏哪比得了这个？这套东西全世界搞了几10年研发，很成熟了。有一些过期的飞机版本可以拿出来游戏化了，
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在这上面动脑筋。我们可以模拟真实航线，还包括高空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意外，各种极端天气如何自救。那主要消费人群你们调研过吗？一来是考飞行驾照的民间驾驶员，第二部分是年轻人，喜欢极速运动，喜欢充满高科技元素的运动项目，可以在线上举办虚拟比赛。哦，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游戏体验。我认为还能再加一类人，残障人士。只要他们的手能动，那这个东西就会让他们短暂忘掉身体的限制，这算是高科技带给他们的礼物呀。这个说法好，高科技的礼物。那这个项目啊，咱们就抓紧。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，而且我们行针对小微型企业、高科技企业都是开绿灯的。你们有任何问题找郑帅，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力量来帮助你们。这个体验馆开起来肯定非常好啊！你看，龙源那么多大学，年轻人又多，可以说你们是得天独厚。咱们要干这个事儿，就抓紧。好。祝好，请坐。不用了。刚才董事长让人力资源部通知我说，停止林强的行长代理工作，由您来接替。我是行长的助理，有什么需求您尽管吩咐啊。让我代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林强也来过电话了，说有一些后续工作需要您去处理。祝好，是这样。您看我手里边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，我来不及处理。要不然，我找董事长说说，您先把工作接下来，反正马上也开董事会了。这个可能真的不行，您跟董事长怎么商量，这个我管不了。但是，我这个身体啊，我可是一直带着病历在工作的。对，行吧，我们先下楼处理工作，回头我找董事长说。业务这一块呢，你也都熟啊，我得给你做个汇报。曾百川呢有一个分行财务方面的自纠自查报告，可能需要呢您在上面做个签字确认，啊。另外，监察部这一块呢也有几个项目，可能想跟您核实一下。人事这一块呢，主要是咱们有几个老同志要退休了，按照咱们银行的惯例呢，是需要举办一个欢送会的，到时候您确认一下，好吧？等会儿，一个一个的来，好吧？都进来说吧。哟，前2天那个小猴子，把我们搞晕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钱行来了好，钱行来了好。我要不要回避一下？不用，分行账目的事儿，你有什么可回避的？那咱们同步一下啊。前几天呢，陈兴远出事儿了，然后那个代理行长就让我们把500万以上大额贷款重新对一遍，然后重点标识出资金动向还有贷款的理由。我发现这里边有2笔款子不对，一个是武达钢业1亿7000万，还有一个就是武达照明集团9400万，有问题。看一下啊，什么问题？这个我知道，武达集团呢，当时是为江宁造船厂来做服务的，当时这个项目呢是为14艘5500吨的远洋渔轮做的钢铁构件和全套的照明系统。你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能不知道？当时陈兴远就觉得这2笔款子有一些古怪。他觉得古怪还敢放贷？这是总行交代下来的，前台总签的字。总行当时呢要求特事特办，
而且要的比较急，所以在一些程序上呢不是很完善，说是过后再补。不过到现在也没补上。你看一下，行长那一栏里面是谁签的字？把底单给我。我不记得我签过字。总行交办，您亲自下来签的字，总行做的担保。陈新远当时也在，你可以问问他。钱财应该也还记得。具体是什么问题？这个五大集团啊，现在就是一个空壳了。当然还有一套写字楼，但是已经被10几家企业起诉，封条都已经贴满了。正常情况下，银行是可以做呆账、坏账处理，然后由法务部门出面解决就行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贷款手续有巨大的问题。当然了，这是陈行远当行长时候的账目，所以我不能不问问。现在就告诉我签过字的贷款有多少件，里面有问题的有多少件，一次性告诉我，不要今天一件，明天一件。那个曾总。有多少就说多少，出了问题不怕，查嘛。正好钱行也在。一共11件，其中回款有问题的涉及6件，那这一件已经是呆账了，其他的还在调查当中。曾总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把这些资料呢放在这儿，让钱行认真的看一看。好，然后你这边呢，把那11个出了问题的贷款项目认真的再检查一遍，尤其是那6个回款有问题的，好吧？然后写一个报告。主要的一点呢是要明确，钱行当时只是作为总行董事长的助理，过来替董事长签的字。他不是执行者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要查一下问虎集团的相关企业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，因为我相信啊，很多事情钱行当时是不知情的。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老朱，你这个方法好。那这样，我就尽我的职责去检查，别到时候别人说我工作不到位，是吧？那行，你们先忙。我确实是不知情。对，没错，总行交办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来负责督促，这个肯定没问题。你也知道，陈新远他就不是个痛快的人，每次都是推三阻四、拖拖拉拉的。我没办法，我从楼上冲下来，我签个字我就回去了。我怎么能知道什么远洋渔船、什么造船厂这些破事儿？总行交办的。对呀，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总行交办的所有项目快速推进。不单是我们一家分行，其他分行的项目我也签过字的，但是我只是代理方，我不是决策方。哎，总行谁交办的？要不这样，现在我让监察部的人进来。他们什么事儿？
因为在全国其他的分行也有一些呆账、坏账，里面有您的签字。监察部的人呢，想就这个问题过来跟您做一个沟通了解。没关系，要不你们先聊着，我在外面，有什么事情你给我电话。来，住好。江，谈了几轮？那不行，差远了啊！监察部跟他谈完，那人力资源部还要谈呢。他姓钱的，不是喜欢背锅吗？那我就把所有锅都送给他。哎，反正我是背不动，我能力有限。以后我开家公司，我起个名就叫能力有限责任公司。你就别贫了啊！我一会儿还得去办公室看看他。你呀，别老拿这些事儿逼他，再把他弄得应激了。我是在救他，让他明白他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里。这临门一脚不是由我来提，得由他们自己人动手。哎，他哥是我师傅，我不能看着他们俩都进去啊。行吧，但愿他能够迷途知返，最好。但愿吧。